影子内阁部长们的背后灵，安华的内阁呢，终于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情况之下呢，死出来了。那本来是全民期待的，现在好像是有一点点全民受伤害的感觉。OK， 其实我们也是明白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呢是联合政府嘛，所以政党之间呢是必须要有妥协，国家才可以 move on。OK， 执政党已经 move on 了，那反对党应该也要 move on 了。那马来西亚的民主一样得 move on。这里所说的 move on 啊，不是说哎呀都已经选完了就忘记它、放下它、不要理它、断舍离咩？这里说的 move on 呢，是指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民主制度 move on to next level。因为民主呢，其实不只是选举投票而已，我们还得检视一下我们目前的制度有哪一些是需要改善的。今天我们不谈执政党的内阁，我们改从反对党的角度去切入，让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更加的健康、更加完善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影子内阁。影子内阁是什么？在一个健康的议会民主国家，除了会有执政党的内阁，也会有反对党组成的影子内阁。正式的内阁里面呢，会有首相啦、国防部长啦、交通部长啦等等的。那么对应的影子内阁里面呢，也会有反对党议员所担任的影子首相啦、影子国防部长啦，还有影子交通部长等等。OK， 我们都知道呢，反对党的职务本来就是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不过成立影子内阁呢，是可以让这个监督以及制衡的工作专业化，反对党的分工就会更加的细。比如说，影子交通部长呢是负责监督真正的交通部长，他们得认真的去检视相关部门的政策，并且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某一种程度来说呢，影子部长呢就是部长的背后灵，就是他们会如影随形，无时无刻呢都在监督着这个正式部长的一举一动。当部长的手一举起，背后灵就会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这样做对吗？我觉得这样不好呢。这种感觉。这个例子是有点夸张啦，不过其实影子部长的这个监督工作呢，还是必须要回归去理性和专业的，不是爽爽你要都可以的这样子。那么另外呢，影子内阁呢也可以说是预备内阁。一旦反对党赢得大选，那么这些影子部长或者是影子首相呢，就可以直接上位，立即执政。影子首相成为正式首相，影子部长成为正式的部长。当然，影子内阁也不是什么新概念了。在历史上，第一个影子内阁呢是可以追溯到1868年的英国。那当时候的英国的反对党呢，就会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利用国会以外的时间呢，去讨论各项法案和行动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呢，2022年的今天，有很多的民主发展程度相对成熟的国家也都推行了影子内阁，比如说像加拿大啦、澳洲啦、爱尔兰啦、纽西兰、意大利、日本等等。好。那么我们马来西亚有影子内阁吗？答案是有，但是也可以说是没有，很悬，对不对？先听我们来慢慢的说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影子内阁益处多。第一，鼓励专业问政、健康的政策竞争。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呢，如果要变得更好的话呢，不是只有好的执政党，也要有好的反对党。那如果反对党想要有效的监督政府，想要打动选民，想要让大家知道自己更适合去治理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就不能够像以前这样子毫无组织，甚至是乱枪打鸟的批评政府，只会泼脏水。影子内阁呢是提倡专业分工的，让影子部长有系统的向选民去传达专业的观点，更要提出有建设性的替代政策。这也会促使反对党去推选党内更有学识的人上位，让党内的竞争更加的健康。毕竟他们是影子部长嘛，必须要有相关的专业，才可以深入政策的技术面，才可以表现给选民看。不像是我们现在你只要很会讲话很会吹水很会煽动大众很会制造对立表演一下顺口溜，选赢了就颁一个部长给你。我们又不是选口水部长，对不对？所以呢，影子部长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影子内阁呢也会间接施压执政党，只要能者当部长，不然呢，部长能力太差啦，跟一些很厉害的影子部长摆在一起，你不就是马上看得出高低了吗？所以呢，政府就不敢的让自己就是很糗或者是很差。影子内阁呢，就好比定下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双方必须要以政策作为基础，进行良性的竞争，不再是我要么你死，要么我活这一种选边站的游戏，所以对体制上来讲是更加健康的。
2、减少种族课题。那如果某个党他很喜欢玩种族和宗教课题，OK， 影子内阁呢就会提供他一个新的 assignment， 逼影子部长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政策的细节，逼他们去回应。因为选民也会想要看看影子部长的表现啊，所以呢，他们就会在选民的目光的注视之下，势必要有表现，自然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玩种族课题啦。那这样呢，其实也会间接的帮到政府，让执政党呢可以安心的施政，不用每天呢就是一直被反对党的种族课题呢去牵着鼻子走。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在国会上，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站起来说我觉得我们的 MRT 呢是必须要增加班次啦，降低票价啦，提倡公共交通啦。这个时候，影子交通部长站起来，歇斯底里的喊：“你这个可恶的华人部长，你现在叫大家去搭大众运输工具，将我们的车卖给谁？这是阴谋，你们华人的阴谋！神经病咩？这样搞我们大把，连保守派啊，有点智商的人都觉得他是讨搞派系啊，对不对？3、培训执政人才。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后呢，任何的政党呢都有可能会执政，政党轮替也会变得更加的稀松平常。那么我们要怎样去确保我们下一次上台的政党呢是有能力执政的呢？答案就是影子内阁了。因为影子内阁呢，就像是执政人才的培训营，让反对党的优秀人才先进入影子内阁去磨练一番，先当影子部长，先熟悉政府的工作。反对党的交通专才呢，就去研究交通政策；经济专才呢，就去研究经济问题，先累积丰富的经验。一旦反对党赢得大选，那么他们就可以快速的上手，不会有什么执政的迷惘期啦、没有经验啊什么等等的借口，也更加不会乱开民粹式的这个空头支票。因为影子内阁呢是必须长期深入国家政策，他们深知什么东西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那举例来说，像最近刚上任的经济部长拉菲兹，他就坦言说他自己才刚进入经济事务部，他需要时间去了解部门的工作，再跟官员们去协调共识。你看，就连有丰富金融背景的拉菲兹也需要花时间去熟悉自己的部门，这样一来一回，不就要花上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吗？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国家来泰国啦、越南啦、印尼啦，几乎都已经超越马来西亚了。所以在分秒必争的国际竞争环境当中，我们已经没有可以浪费时间的本钱了。之前还有新部长说，他们至少要花上1年才有办法熟悉自己部门的工作。这个部门1年，那个部门1年，前后加起来的时间成本，我们马来西亚还承担得起来吗？毕竟呢，我们自己打工也是需要时间才会变熟练的吗？更何况是更加繁重的内阁。所以你说，正式化影子内阁，制度化培训人才，是不是很重要呢？另外，大家应该还记得飞行车部长、哆啦 A 梦部长、喝热水部长，对不对？为何政党轮替之后，他们明明能力这样子还可以上位呢？就是因为他们很会演讲，很会党务吗？像是一般人去应征新的工作，也是要先去 training 几个礼拜，先过了试用期呢，才可以转正的嘛。那内阁部长是不是更加的需要培训呢？那影子内阁不单只帮我们培训，还帮我们把关，先帮我们刷掉那些表现差劲的影子部长。这就好比是正式进入内阁的门槛，避免那些拐瓜裂枣呢上台执政。如果可行的话，那我们真的省心很多。每次看到那种新闻，真是很火大。4 You know what will you get？ 以前的执政党不是很常恐吓大家说，哎呀，反对党呢是那种没有能力的乌合之众，国家要发展的话呢就要投执政党。其实这种恐吓是建立在选民对新政府没有想象的画面。毕竟执政党呢会有一字排开的部长，那么保守派的选民也会比较有安全感。同理可证，如果反对党也有一字排开有能力的影子部长的话，那么一个完整、专业而且表现良好的影子内阁就可以让选民们拿来跟真正的内阁做比较。选民会预先知道说，如果反对党执政，他们就是国家的替代内阁，这样可以增加选民的信心。这对国家来说是好事，但是呢，对政治人物来讲就不是了，因为其实政治人物他们需要的就是选民的不安全感作为武器呀。马来西亚有影子内阁吗？2008年政治海啸之后呢，国内就有很多人要求反对党组成影子内阁，希望可以借此呢提高国家的论政水准。但是呢，反对党也就是民联时期啦哈，因为部长的职位的分配问题呢，迟迟都没有办法瞧出正式的影子内阁，哪怕只是影子部长，大家都还是要争一下。时任首相纳吉呢，还批评当时候的反对党，说他们根本没有做好执政党的打算，所以呢才没有影子内阁。之后呢，反对党就设立了类似影子内阁的部门委员会。每一个党
党各派出1名代表监督一个部门，所以呢，总共有3、4个人一起去监督一个部门。不过呢，成效就麻麻得啦。好，接下来时间就来到2018年了。马来西亚首次呢政党轮替之后，刚刚下台的国政才带头成立了我国的第一个影子内阁。2022年刚败选的国盟也表示，他们会成立联邦层级的影子内阁，也会成立州属层级的影子行政议会。哇，听起来我们的影子内阁看起来已经渐渐形成一种惯例了，是好事来的吧，对不对 ？But 我们前面有说过，马来西亚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影子内阁的原因，是因为影子内阁的关键是在政府是否愿意承认他们。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府或者是国会是必须正式化影子内阁的，并且提供他们资源。2016年的时候呢，当时还是反对党的陆兆福说过，如果影子内阁要有效的运作，就必须要有公务员、办公室和津贴，这很合理啊，因为毕竟呢，政治人物不是超人嘛，你以为他们喊救国救民，喊一喊政策就可以自己生出来吗？一定要有人做工的嘛，对不对？哪怕政治人物是很有学识，他们也是需要有其他的专才来帮忙才可以。可是很遗憾的，2018年上台的西蒙政府呢，还是没有承认影子内阁。当时候的国会副议长尼可敏还说，国政的影子内阁无需国会承认，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一个不被承认又没有资源，只流于形式的影子内阁，又怎么可能可以给国家以及民主带来实际的进步呢？影子内阁的负面影响。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前面我们把影子内阁捧得这么的高，这里呢，我们要来讲一讲它的坏处，来 balance 一下。第一，政府的效率会变差，因为影子内阁监督政府的力道变大，也更加的系统化。他们呢会更详细的去检视法案或者是政策，导致政府呢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去协调各方，回答质疑的这个声量，甚至得重检相关的政策。所以呢，执政党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的随心所欲，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都自然会变得更加的缓慢。二，恶意拖延及破坏政府。当然啦，影子部长呢也可能是斗烂的。恶劣的影子内阁呢，或许会专注于破坏或者是阻扰政府施政而已。那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如果我们再一次的遇到新冠疫情的紧急状况，当政府呢想要快速的展开防疫措施或者是援助政策的时候，影子内阁呢可能就会拦路，不管是刻意的挑剔啦，或者是认真的监督也好，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防疫的措施没有办法快速的展开。不过如果他们缺乏正当的理由，这些恶行呢还是会被选民看在眼里的。但是老实说啦，无论有没有影子内阁，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面临着类似的困扰。正式化影子内阁反而会把政客的恶劣行径放大，让选民看得更加清楚。三，政府更容易被抓包，导致政权不稳。因为影子内阁所掌握的资讯以及资源变多，那么一旦政府内部有什么纰漏的话，例如说贪污啦、滥权啦、程序不公啦，或者是做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啦，都很容易被影子内阁抓到痛脚，制造更多的风波，进而导致执政党的政权不稳。那当然啦，这是要建立在这个政府本身就很爱偷鸡摸狗的前提之下。OK， 结论是，其实马来西亚呢有很多积极进取的进步派，例如说是 Brasela 以及学者黄进发博士，他们都建议新政府呢承认影子内阁，除了给影子部长提供政策研究员、取得政府资源的管道，也要付他们相应的薪水。毕竟你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代志。那黄进发博士还说过，给影子内阁付薪水及提供资源，是可以防止未来执政党下野之后一蹶不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某一天西蒙真的输了，他们也未必至于到一无所有，不用从零开始，他们还是可以带着执政时候的经验和知识进入影子内阁，透过这个制度传承给后辈，继续使用政府的资源精进国家政策，让每一个政策呢，无论是执政或者是下野，都可以不中断的累积施政的功力，这才是健康的民主制度啊！当然啦，在网络上呢，就有一些政党的铁粉听到了之后，就会很愤怒、很 geram、很生气的讲说。你又要给影子内阁发薪水了哈，又要给他们政府资源了哈，这样不就是给敌人发子弹了啊？然后要养大我们的敌人，吃掉自己没哈？你这个叛徒啊 ！OK。铁粉们先冷静。诚如黄进发博士所说的，承认影子内阁不是给敌对党发子弹，而是给全民买保险。
如果你有刚刚以上的那个想法的话呢，那就代表呢，你只是以政党支持者的身份去出发，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以马来西亚公民。因为只有不理性的铁粉呢，才会觉得敌我要分明，你支持的政党永远都是对的，必须要永远执政。一旦政党轮替的话呢，宁愿让反对党无法顺利的接手政务，也不要建立出一个可以培养出理性专业的反对党，又可以固定产出执政人才的良好制度。影子内阁呢，不是要养大敌人，而是要养大一个专业问政的反对党，再间接的养大一个更具专业强大的执政党。毕竟与其相信单一政党，还不如相信制度，因为你喜欢的政党随时会输掉，甚至会变质。但是呢，良好的制度才可以确保全民才是永远的赢家。所以呢，影子内阁呢必须成为制度的一部分，不是惯例，更不是形式而已。其实呢，英国的影子内阁呢也被称之为陛下之忠诚反对党，这表示呢，反对党必须向国王和国家效忠，以健康监督政府为原则，而不是抽政府的后腿，破坏国家的利益。所以呢，黄进发博士就建议说，马来西亚可以让影子部长在皇宫宣誓就职，履行陛下之忠诚反对党的责任。因为有了皇室所正式赋予的影子部长的身份，那么某种程度呢，就将会约束以及逼使反对党必须要更加的专业，不可以胡乱破坏国家的利益。毕竟他们的一言一行的背后所代表的，将不只是政党本身，还有多一层的由国家和皇室所赋予的身份。这样听起来好像又可以哦。其实 Bersih 和黄进发博士呢，还有很多非常棒的建议，但是呢，我们的篇幅有限，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的话呢，大家都可以自行到 Bersih 的官网或者是黄进发博士的 FB 进行搜寻和进行讨论。最后，容我们引用黄进发博士的一句话做结尾：政治应该是一种专业，而不是无尽的赌局。好啦，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呢有给大家长知识。我们的频道呢每周都会至少上一支和马来西亚的议题、社会、文化、历史有关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内容呢，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这个订阅的 button。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我们。我是英英，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你现在叫大家去搭大众运输，你现在叫大家去搭交通运输。都可以不中断，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音？我也不知道走，而且那个走也很奇怪，不中，拿去剪去做那个 NG。好久没有 NG 了。